推背图，东升的预言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一部神秘又古老的书《推背图》。它是唐朝李淳风和袁天罡留下的智慧结晶，用策文和宋诗预示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变局。不同于一般的预言，它不关心日常政务，也不记录小事件，而是聚焦于影响国运、文化和文明方向的关键转折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42到第43项，它们描绘了从当前局势到未来100年的东升西降大势，既有警示，也带来希望。第1章：清朝与中共案例回顾。先简单回顾历史，让大家感受推背图的精准。清朝300年，书中只用了4项，描写了顺治入关、太平天国、越强入侵等大事件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的盛世对李淳风来说无足轻重，对他而言，贞观之治才是文明标准。至于中共70年的政绩，李淳风更是懒得一提。真正与中华文化和国运相关的，只有41项的新冠浩劫、42项的台海危机，以及43项的光复大陆。从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原则：推背图关注的是文化正统与国运走向，而非政治闹剧。第2章42项，台海危局。42项描绘的是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局势，外有威胁，但内有自保之力。美人自西来，象征美国的介入，就像自由女神与星条旗飘扬而来，为台湾带来安全感。长弓在地，指台湾自己的防御力量、飞弹、军备以及民众的定力。虽然外表紧张，但危险实际可控，为而不为。关键在于台湾自身的稳定，威敌如虎，自乱阵脚，才会真正陷入困境。反之，只要守住文化与制度底线，局势就能安然度过。这一项告诉我们，外来力量固然重要，但最终的安全来自自心与自守。第3章43项，光复大陆。接下来是43项，描绘的是未来10年内的重大转折。君非君，臣非臣，中华民国是真正的华夏正统。虽然暂时失去大陆，但孙文的理念仍指引住文化正统。中共只是参权切据者，历史定位可能与太平天国相似。未来的中国很可能以邦联或联邦形式存在，而非中央集权模式。文明正统逐步回归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海外支持力量和信仰群体将扮演重要角色，促成文化、制度与国运的光复。这一项告诉我们，历史正义会慢慢回到正统的轨道。文化与文明的力量将比武力更持久。第4章44项，圣人出世。44项描绘的是东方文明的真正复兴。正文中提到日月丽天、群英摄福，象征华夏文明重新站上历史舞台中心，带来秩序与光明。而今中国有圣人，这位圣人并非单靠武力或个人豪杰，而是以德性、智慧和制度治理国家，让文明回到理智秩序的轨道。在这个阶段，公心觉醒者将成为政治核心，私心腐化者则被排除于外。就像培养树苗，法治是花盆，理智是支架，给予新生的文明安全环境，才能健康成长。
最终长成参天大树。也许这位圣人上台距离现今还有20年甚至更久，但透过推背图的视角，我们可以看到方向已明，这是一个文明重生的过程，对大陆、台湾，甚至整个东方世界都是希望的象征。第5章未来趋势，西降45象则展望更长远的趋势，这不是指近期的冲突或政治事件，而是一个100年尺度的文明消长，东方文明重生，秩序回升，而西方文明在经历内部腐化后，可能步入类似古代中国专制的危机。换言之，华夏文明的复兴不只是东方的胜利，更对全球文明有积极意义。它提供了制度与文化的支撑，避免世界重蹈专制腐化的覆辙。这个趋势可能数十年甚至100年才能完全展现，但方向已经明确。东方在文明格局中重新崛起，西方则需自我调整。收束与寄语，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推背图不是宿命论，它是历史与文明的镜子。42象告诉我们，当下危机可控，守住自己最重要。43象提示，10年内光复文化与正统，历史正义会回来。44象展示，数十年后东方文明复兴，圣人上台带来秩序。45象提醒，100年长趋势已定，东升西降将改变全球文明格局。对大陆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希望的讯息，黑夜终会过去，光明正在靠近。对台湾人而言，这是坚定的鼓舞，守住文化与制度，未来必有正统回归的契机。最后想说的是，东升西降不只是预言，它也是文明潮流的映照。历史已经给我们提示，而我们要做的是用智慧、定力与信念，走好自己的路，